九层塔、香菜、芹菜、豆芽，上市场买每次都一大把，但又无法一次吃完。保存有更好的方法吗？今天我们就来做这几种蔬菜的保鲜实验，看看哪种方式可以有效保鲜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香菜买回来一把，常常没办法很快吃完，切碎放冷冻的口感又没那么好。有其他保存的好方法吗？今天就来实验一下，看哪些方法真的好用吧。第一个方法是把香菜直接放塑胶袋，打个结后放冰箱。再来，把香菜放到保鲜盒，加水，把香菜整个泡到水里，根要泡到水哦。然后放冰箱保存，水要2-3天换一次哦。这盒是把香菜放保鲜盒不泡水，直接保存。第4种方法，把厨房纸巾打湿，把香菜根部包起来，放保鲜袋保存。第5种方法，保特瓶剪开，底部放一点水，把香菜直立放在保特瓶中，根部要泡到水哦。九层塔放冰箱1-2天，叶子就黑掉了，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延长保鲜呢？今天也来实验看看。九层塔直接放塑胶袋，这是阿嬷的老方法。第2种，把九层塔直接放保鲜盒里，不放水。第3种，九层塔梗留着不拔掉，然后整个放保鲜盒，在保鲜盒底部加一点点水，记得水要2-3天换一次哦。第4种，把九层塔叶子擦干，纸巾喷点水后包住九层塔，放保鲜袋保存。接着我们来处理芹菜，芹菜也是一买一大把，但常常一次用不完，我们也来做保鲜实验吧。整把芹菜不特别处理，用原本的包装袋子直接放冰箱冷藏，这样能保鲜吗？第2个方法，芹菜根部不切掉保留着，把叶子摘掉，然后用打湿的厨房纸巾包住芹菜根部，再套入保鲜袋保存。第3种方法，把芹菜直立放保特瓶保存，根部一样要泡到水哦。然后是豆芽菜，豆芽菜买回来如果不赶快料理，2-3天根就黑掉了，把豆芽菜整包直接丢冰箱，这样能保鲜1个礼拜吗？第2种方法，把豆芽放保鲜盒，加水盖过豆芽，将豆芽泡在水里，2-3天换一次水，这样可以维持保鲜吗？第3种方法，把豆芽装到保鲜袋，放到冷冻库保存。1个礼拜后，我们来看看保鲜的结果吧。除了芹菜、香菜外，葱也可以利用保特瓶直立收纳保鲜，只要让根部泡水后放冰箱冷藏就可以咯。杯子上再套个保鲜袋，避免放到冰箱后水分散失，让植物在保湿的环境里就可以咯。1个礼拜了，把所有蔬菜全部从冰箱拿出来，这是实际等了1个礼拜的结果。现在就来看看哪些方法最能有效保鲜吧。首先是香菜，香菜有5种保存方法，分别是第1种直接放塑胶袋，第2种直接放保鲜盒，第3种放保鲜盒后泡水，第4种根部打湿包起来放保鲜袋，第5种根部泡水直立放保特瓶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放塑胶袋、保鲜袋跟保特瓶3种方法的香菜叶子都有点枯黄了，放在保鲜盒的香菜都还很翠绿哦。不过泡水的香菜虽然大部分的叶子很翠绿，但还是有些已经有点软烂了，没有泡水直接放保鲜盒的香菜反而整颗都很新鲜。所以以后不用那么麻烦还要泡水，香菜只要直接放保鲜盒保存就可以了，至少可以保鲜7天哦。接着来看九层塔的实验结果。九层塔很容易黑掉，哪种方法可以保存久一点呢？保存九层塔的方法有4种。第1种装塑胶袋，第2种直接放保鲜盒，第3种放保鲜盒后加一点水，第4种是用打湿纸巾包住后放保鲜袋。实验结果，放塑胶袋、直接放保鲜盒、用湿巾包住放保鲜袋，这3种九层塔叶子都有些枯萎黑掉了，只有放保鲜盒后加一点水的九层塔还维持清脆新鲜的状态。不过叶子还是有一点点黑点，可见九层塔真的很不耐放。如果九层塔要多放几天，记得先在保鲜盒里加点水，再保存九层塔，这样大概可以维持7天新鲜哦。芹菜的实验结果又是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原包装塑胶袋直接保存的芹菜，叶子都枯黄，芹菜梗也都软烂了，这果然不是好的保鲜方法。打湿根部后放保鲜袋保鲜的芹菜，整颗看起来还很新鲜。把根部泡水直立放在保特瓶保存的芹菜，看起来也还蛮健康的。芹菜可以切末或切段后用保鲜袋装起来，放冷冻库保存。
冷冻库保存的芹菜要煮的时候不用退冰，直接下锅料理就可以，口感不变哦。如果要放冷藏的话，可以用这次实验的2种方法：打湿根部装保鲜袋，或用保特瓶泡水直立摆放，这样保存1个礼拜没问题哦。最后是豆芽菜，哪一种方式最适合保鲜豆芽呢？直接放塑胶袋保存的豆芽菜，果然根部都黑掉了，有些豆芽还烂了。放保鲜盒泡水的豆芽菜，看起来都还很新鲜，这真的是保鲜豆芽菜的好方法呢。直接放冷冻的豆芽菜，整个都很新鲜，要煮的时候记得不要退冰，直接下锅煮就好了，口感一样清脆爽口哦。这次我们实际做了7天的蔬菜保鲜实验，不同蔬菜有不同的保鲜方法，大家下次可以跟着我们的方法保存哦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